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今天咱们继续瑞士系列。上集视频里，咱们去了仙境一般的少女峰地区。这次咱们去探一下号称欧洲最美山峰的大名鼎鼎的马特洪峰。马特洪峰在瑞士西南角意大利边境上，海拔4478米。虽说不是瑞士最高峰，但肯定是最有标志性、最好认的。凭着它的这个三角金字塔的造型，独领风骚。著名的瑞士三角巧克力就是从马特洪峰来的创意，一直到2年前，三角巧克力的包装上还有马特洪峰的标识。去看马特洪峰，大家一般都是先到山脚下的一个叫采尔马特，又名策马特的小镇。注意，采尔马特不能开车进去，自驾的话需要停在泰士镇，然后转乘火车。整个采尔马特是个无燃油车的环保净土，镇子里有很多电瓶公交车，10到15分钟一班，免费随便坐的。来了采尔马特地区，就是来看山的。第一要打卡的就是上戈尔内格拉特山看山景。从采尔马特坐齿轨火车，30分钟就到海拔3089米的山顶了。这条线路据说是世界上第一条全电气化的齿轨铁路，一路上的风景已经很惊艳了。从山顶的观景台上，不光是看西边的马特洪峰毫无遮拦，另外还有360度的山景，一共29座4000米以上的雪峰，还有旁边的冰川尽收眼底。山顶有个挺有名的3100酒店，如果银子够，可以住一晚上，体验一下一清晨推开窗户，日照金山的美景。山顶上还有几间餐厅，其实吃什么不是很重要，主要是看着马特洪峰吃吃喝喝的体验无价。从格尔内格拉特山顶可以往西向下走一段不是很难的下坡的步道，一路可以慢慢欣赏前面的马特洪峰。一般大家骑马走到那个利菲尔湖，拍个马特洪峰镜面倒影。走累了，可以在罗滕伯登站或者利菲尔贝格站上火车回采尔马特。采尔马特另外一个经典的体验是马特洪冰川天堂。这个冰川天堂在一个叫小马特洪峰的山顶上，上去要坐几段缆车，注意这个缆车站在采尔马特镇子西南边。第一段是从采尔马特坐到富里站，然后换乘从富里坐到特罗克纳施泰格，再换乘从特罗克纳施泰格到冰川天堂站的缆车。很多人都说这段缆车行程风景非常好，是整个马特洪峰旅行很难忘的一部分。冰川天堂山顶的观景台海拔3883米，是欧洲最高的观景台。在上面可以看到瑞士、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堆山头，包括38个高峰和14条冰川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一直看到北边远处的少女峰和僧侣峰，和东边的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。从这里看马特洪峰是另一个角度，和经典明信片上的不大一样，别有一番风采。这个山顶也有一个冰宫，里面和少女峰的那个差不多，去过一个其实就可以了。和少女峰山坳比，其实这个冰川天堂游人更少些，也便宜一些，但景色还更好些，很推荐的。如果您喜欢滑雪，这里的雪道1年4季开放，可以试一下这里世界上最长的25公里的雪道，从冰川天堂一路滑到采尔马特。另外，冰川天堂的小马特洪峰离意大利很近了，如果您有兴趣，可以坐缆车一直下到意大利那边的山脚小镇切尔维尼亚。下山的时候，可以从特罗克纳施泰格坐到施瓦尔茨湖站去看一下这个黑湖，也不错的，也不用走很远。然后再坐缆车经过富里回采尔马特。在富里，您还可以坐缆车到利菲尔贝格站，然后换乘齿轨列车去戈尔内格拉特山。除了戈尔内格拉特山和冰川天堂以外，从采尔马特出发，还有第3条上山线路。这条线上有个经典徒步路线——5湖徒步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可以看到5个湖的步道。官方路线是从采尔马特先坐一个轨道车从山里钻上来，到苏内加站，然后换缆车到布劳赫德，从这里开始绕一圈看5个湖，回到苏内加。这一圈步道挺长，还有点难度的。如果时间或者体力有限，可以优先看看离布劳赫德不远的施泰利湖，因为风景最好，有经典的马特洪峰绝美倒影。
还有莱湖也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从苏内加站下来，没走几步就到了。剩下3个湖，格林蒂湖、格吕恩湖和摩斯吉湖也很漂亮的，有时间有劲儿就走走。从布劳赫德站再往上坐一站缆车，就到洛特峰了。洛特峰顶上风景也很不错的，从另一个角度再好好看看马特洪峰。戈尔内格拉特山、冰川天堂和苏内加洛特峰3条上山路线看完，马特洪峰附近精华就差不多了。再回到采尔马特，其实小镇本身也有不少可以看可以玩的。从镇子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马特洪峰。最经典的早晨的日照金山，可以卡好日出时间去这个桥看。不过这里人一般比较多，往后一座桥也可以看到差不多的景，人会少很多。镇子中心每天都有穿着传统服装的人拉手风琴，吹瑞士长号角。夏天每天还有黑脖子羊游行。剩下时间就在镇子里面随便逛逛，走走老街，拍拍典型的瑞士木头房子，看看餐馆里和路边种的瑞士标志雪绒花，参观一下马特洪峰博物馆，再淘点瑞士军刀木雕之类的纪念品。说到吃喝，上苏内加县走5湖或者去洛特峰的那天，一定要去那个叫芬德恩的小村儿。从苏内加车站过去没几分钟，传统的高山牧场风光。这里有好几家极好的木屋餐厅，有一家还是个米其林馆子。这几家不光是有无敌的马特洪峰山景，而且餐食评分也极高，价钱在瑞士来说也没有太离谱。去采尔马特马特洪峰至少要计划2天。1天去戈尔内格拉特山，1天去冰川天堂。冰川天堂海拔高，排在后面，这样前1天可以在稍低海拔的地方适应一下。再多1天的话，加上苏内加县走走5湖和洛特峰。山区天气很难说，多1天就多一份好天气看美景的机会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采尔马特马特洪峰地区和上期视频介绍的少女峰地区哪个更好玩？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，因为都太美太值得去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夏天玩，少女峰地区面积大，景点多，活动也多，色彩也漂亮一些，那种白云蓝天绿草黄花加雪山的经典的瑞士明信片风景很多。马特洪峰地区主打高山，海拔更高，山峰更惊艳雄伟，也更粗犷。另外，采尔马特地区的冰川天堂比少女峰山坳更高，风景更好，人也少，高山体验更完美。还有就是采尔马特的山景酒店和餐馆也更多更好，不过价格也稍贵些。总之就看您喜欢什么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瑞士系列之采尔马特和马特洪峰就到这里了。下一期咱们介绍圣莫里茨和卢塞恩地区，可以期待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